史剧新宠角色赵露思在新剧《珠帘玉幕》中造型华丽，每一个造型都耐人寻味。随着传奇历史剧《珠帘玉幕》的热播，主演赵露思的多元化造型也成为粉丝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在这部由谢泽执导、作家晋江谭天音小说《昆山玉传》改编的剧中，赵露思以出色的演技和绚丽的古装造型，再次展现了演技与颜值的双重魅力。珠帘玉帘以端午采珠女的传奇一生为背景，讲述了她与神秘商人严子敬西行经商，结识诗人张景然，好友岳云秀的故事。一路走来，经历重重风雨和逆袭，成为一代女企业家。剧中赵露思饰演的端午角色性格十分多元化，从天真烂漫的少女到硬朗的女商人，赵露思用出色的演技将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在历史片中，同样的外表往往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不过珠帘真珠帘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赵露思的造型不仅展现出极高的辨识度，还避免了简单复制粘贴的问题，机械的处理妆容。每一套服装都经过精心设计，兼具古典美和现代美，既适合角色的身份和个性，又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除了赵乐图演技出色之外，玉幕中的其他演员也都表现出色，刘宇宁、唐小天、商新月、唐振超等主要演员的演技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而谢可寅的特别出演也为影片增色不少。票房目标5亿，草木世界清明节上映，五来电影即将露出尴尬面孔。炙手可热，票房收入34亿美元，成为春节期间票房最高的电影。在这部电影的宣传期间，接受六公主现场采访的贾玲表示，她的下一个电影项目已经成功获批，主要创作者是张小斐、杨紫和她自己。照片中明确表示，这是一部以反传销为主题的现实主义电影。粉丝了解到，该片名为《明日之战》，又名《思想之花》。这些图像是如此独特，在这部电影制作之前就开创了这种电影类型，这就是吴磊和蒋勤勤主演的《草木世界》。这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以反传销为主题的电影。Image， 那么这部电影的意义是什么呢？票房能否小有成就？这部电影对吴来影响大吗？根据现已公开的电影海报、预告片等资料， OnFi 大胆预测票房收入将达到5亿。如果引起全国讨论，票房收入将突破10亿，这也未尝不可。让安飞来告诉你详情吧。图像1，以清明节为主。新年过后，内地院线仅放映一部电影《三恶》，即便是在海外大获成功的《沙丘2》，在内地也依然举步维艰，表现平平。而现在我们的电影市场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之前的周末档期已经演变成了节假日档期，所以制作成本稍高的电影不敢急于排期，没有节假日的电影放映。如此一来，观众将无法在常规档期观看电影，或者不得不用进口电影来填补缺口。这一点在2024清明节电影清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今年的清明节聚焦这一时期的电影有8部，其中1部还在等待上映，分别是你想怎么过日子、草木世界、后面的黄鸟、雪豹、零零、反派、雪女王5、融冰之战和午夜奇闻。由胡梅执导，林鹏、关晓彤主演的《红楼梦》照片，豆瓣显示上映日期为4月4日。事实上，片方尚未最终确定上映日期。这8部电影中，比较有意思一点的就是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你想怎样生活》，目前想看的人最多，这也是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电影。接下来的图片是包贝尔执导并主演的喜剧《反派》和《背后的黄鸟》，由冯绍峰、陶虹主演。还有今天上映的电影《草木世界》，包贝尔的名声实在是太差了，估计继《反派》和《黄雀在后》之后他就会扑街了，口和电影档期预计不会很好。图片剩下的就变成了植物的世界和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之间的较量。从知名度和粉丝基础来看，宫崎骏的作品在中国有一定的市场，但从电影类型上来说可以走得更远，草木世界有一定的优势。综合竞争之后，就看口碑以及发布后形成的舆论话题。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考 Wing Ting Tian 的《True Time Harm》一书。电影《草木世界》去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首映，第一波口碑非常好。今年3月10日，在香港举行的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上，该片帮助姜侃甘获得最佳女主角奖。只要能顶住宫崎骏的碾压，破茧成蝶后就势不可挡，票房收入达到5亿的目标也不会那么困难。图像2，反传销类型的影片。2018年，徐峥主演的《我不是药神》在内地取得了31亿的票房收入，这是一部典型的现实题材电影。2023年是《保佑你平安》和《年会可以停不下来》有大鹏参演，票房分别爆破7亿和12.9亿，属于现实题材喜剧类型。同年夏天，王宝强的《八角笼》和周奕龙的《失去的她》票房分别为22亿和35.2亿，定位为励志真人电影和女性题材。影迷对电影类型的觉醒。以前观众喜欢看好莱坞特效大片、动作大片或科幻大片，然而去年票房收入多为现实题材电影，最强的肯定是张艺兴、金晨主演的暑期档冠军影片《全有或全无》，被认定为反诈骗片。这部影片影响力相当大，不仅吸引了约38.48亿美元的票房，上映期间还引起了公众对电子诈骗的关注，以至于后来的缅北联盟成员在深山密林中捡到了先进装备，摧毁了4大家族，这已经成为一段佳话了。诚邀您观看反传销类型电影《草木世界》。剧情梗概如下：命运似乎捉弄了姜侃甘饰演的吴太华，她的丈夫哈山无缘无故离家数十年，在寻找丈夫的过程中，她遭到背叛，被好姐妹金兰骗进了一家名为蝴蝶国际的传销组织。她的母亲对此上瘾了。吴磊饰演的何慕莲身心俱疲，她正在寻找她的父亲并拯救她的母亲，不得已她只能追随母亲的脚步，深入虎穴。3月20日出现我母亲被骗了的最新形象。预览：吴太化想给儿子何慕莲买一套公寓，吴太化却陷入了共享经济的陷阱。你只需要与你生命中最重要的3个人分享你的改变，你就能获得1080万次成功。这是《草的世界》预告片中讲师所说的。费先生看到图片后才知道，这个蝴蝶国际其实就是现实中的阳光1040计划。这个组织遍布全国，参与者众多。逻辑思维是这样的：参与时，首先要支付69800元，购买21股，每股价值3800元。加入后次月，组织将返还1.9万元，实际投资金额为5.08万元。那么你的任务就是发展3个下线，每3个下线再发展3个下线。当数量达到29个时，你就可以晋升为老板，开始领取每月工资，直到达到1040万元，你可以出去了。有趣的是，对吧？该组织涉案人数众多，分布在杭州、南京、合肥、武汉、郑州、南宁等地。他们曾打过仗，但仍没有停止战斗。当地的租房者和相关行业人士喜欢这种类型的组织，因为他们租房时间超过半年，租的房子很多，可以刺激经济。此外，瓦解团伙时，涉案金额基本为数百万至数千万，罚款、没收后，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一般为6个月至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1年半以上。在他被释放后，那些人继续这样做，所以这个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无论攻击多么猛烈，都无法彻底铲除。草木世界讲述了吴太花无意中加入传销组织并被儿子唤醒的故事，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反传销现实题材的电影。这种类型的情节有可能成为热门，像图片这样的题材在国内是很少见的，能够在大荧幕上放映，这说明审批流程有了重大调整。我也希望电影上映后，全世界都开始水，全面打击，彻底取缔1040阳光工程，消除唤醒梦想家的深刻抱负。草木世界开播后，如果能像全有或全无那样打造主题话题，引起公众关注，票房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爆发。所以实现5亿的票房目标真的很容易，宣发也会紧随其后。一旦成为现象级电影，票房收入达到10亿以上，那就是自然的事情。
图像3，吴磊报仇雪恨。童星出道的吴磊，在国产剧中找到了一席之地。法先生看到吴磊主演的第一部剧是陈晓和陈晓主演的《射雕英雄传》版本，沉迷血。在电视剧中，他14岁时饰演杜恩阔，同年接拍胡歌、刘涛、王凯主演的电视剧《琅琊榜》，在剧中饰演刘飞。2015年电视剧播出，口碑爆棚，让吴来更加被观众所熟知。照片追溯到2006年，在胡歌的《少年家将》中，胡来饰演小时候的杨六郎，当时他只有7岁。说实话，吴来的起步很高，堪比张一山，近年来也接了不少大片角色，一直对吴来敬重，是要成名。出道之初，吴磊接到了一部烂片《阿修罗》3头。图像，这部电影有多糟糕？